辉宝看见宋爷爷来了，立马呼哧呼哧的跑了过来。宋爷爷为了不让辉宝误会，伸出手跟辉宝展示，表示自己这次没有带小零食，反复给辉宝查看。辉宝不信，就是想吃小零食。辉宝趴在小亭子上，不断的靠近宋爷爷。宋爷爷怕辉宝掉下来，还给辉宝往上扶了一下，然后又试图转移辉宝的注意力，跑到了一边。但宋爷爷殊不知自己这时已入了辉宝的圈套。辉宝一松手，给自己摔下了小亭子，然后晃了晃自己那摔懵的小脑袋，接着起身往前走去。直到这儿，宋爷爷才反应了过来，原来辉宝从开始目的就是想溜进通道门。好在宋爷爷反应了过来，及时赶在了辉宝的前面。辉宝现在是越来越聪明了。辉宝之后又虚晃了一下宋爷爷，完全是在故意挑逗爷爷。玩开心的辉宝最后乐颠颠的重新爬回小亭子上，抽出一根竹子，开始大快朵颐。而树上的瑞宝这时则伸了个懒腰，示意自己睡醒了。瑞宝从树上下来，走去了妈妈身边，试图从妈妈那里混口吃的。瑞宝转了一圈，发现妈妈给小零食吃的很是干净，一点渣渣都没找到。瑞宝兜兜转转了一圈，最后来到了辉宝这里。瑞宝走过来，直接坐在了辉宝身上。瑞宝是会挑地方的，辉宝则是努力给自己挣脱出来。实际上，瑞宝是想霸占辉宝的这个位置，因为这里可以依靠着身后的独木桥很舒服。而且，瑞宝不止霸占了辉宝的位置，还给辉宝刚才挑选的竹子也抢了过来。辉宝这里重新挑选了一根竹子后，带着竹子去到了树上，是要和姐姐分开坐。姨们还能想象出辉宝这屁股底下的银杏叶原本是什么图案吗？这原本是圣西姨母为爱宝刻画的11岁生日的字样，但现在成了辉宝产青团专用地。爱宝园区的银杏叶比较少，因为乐宝这里才是姨母和爷爷们想要发挥的地方。第一是因为乐宝从来不会搞破坏，第二是因为这周不管是爷爷还是姨母都在大力为乐宝应援。宋爷爷为乐宝制作鲜花，让爷爷直接在线为乐宝拉客，让大家都去看乐宝。而圣西姨母这里每天都在给乐宝制作着小零食，饲养员们是想让更多人看到乐宝现在这真实的样子，这健康强壮的样子，而并不是黑粉们所谓的皮肤问题、螨虫眼问题以及揣测乐宝的血压情况。同时，宝家饲养员们都在大方的接受游客们对乐宝提出的问题，大家在官方留言提问有关于宝家的问题，饲养员们都能对其进行回复，从不会已读不回，而且都会进行详细的回复。且回复的话术都采用让姨姨们能听懂的白话进行回复。而在今天，姨母又给创新了新的零食，给窝头里面穿了一根胡萝卜。今天是夹心窝头，乐宝左右思考着先吃哪一根呢？乐宝挑选半天，最后选择了先吃左边的，理由是左边的离自己近。这小零食给乐宝吃的很是享受。宝家成员的生活是否幸福，这根本不用去解释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来。自爱宝乐园工作人员的记录，昨天瑞宝上午9点40分上的树，下午18点21分才下的树。昨天瑞宝给所有姨姨都吸引去了室外园区，而姨姨们殊不知，昨天自己独自在室内园区的辉宝过得有多舒服，独自享用妈妈的奶水，也没人和自己抢了。辉宝在下班回家前就已经吃饱饭了，而瑞宝这里一天下来，竹子没吃一点，只吃小零食。爱宝昨天尝试了3次带瑞宝回家，但都是失败了。爱宝心想，孩子大了管不了了，走熊，奶爸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当初生双胞胎时，你俩可是比谁都开心。瑞宝这波操作让昨天14个工作人员集体加班，给宝家饲养员集体挂到了网上，被说什么的都有，有的说让兽医过来说是瑞宝生病了，还有让饲养员上去抱下来的，甚至有人还说是乐园里游乐场的原因，全是给饲养员们出主意的，能想到的名头全给饲养员们挂上了。好在最后瑞宝也是心疼饲养员们了，在游客们走后18点21分时，瑞宝从树上下来了。爱宝乐园的常驻摄影师拍到了瑞宝下树的样子，而昨晚老宋头怕姨姨们过多的担心，也是在第一时间发文表示，瑞宝在姨姨们走后没多久就醒了，在树上稍微活动了一下身体后，就从树上下来回家了，并安慰姨姨们早点休息。而宝家在班的14个饲养员也是一起等到瑞宝安全回家后才下班离开的。瑞宝今天在室外园区捡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像是从护栏上拆落的零件。姨姨发现后，立马喊来了饲养员前去处理。早上姨姨赶在第一批来到园区，瑞宝、辉宝现在的体重悬殊越来越大了，瑞宝要好好吃饭才行。早上的瑞宝、辉宝在园区各自探索着。瑞宝从来园区后老想着往通道门口，着急回室内。今天因为没有太阳，姐妹俩都没有爬树。有太阳时，姐妹俩爱爬到树上晒太阳，而没太阳，去树上只会越来越冷。瑞宝坐在爷爷的门口，无意间在门口捡了一块小零食，
瑞宝自己偷偷塞进了嘴里，一起吃掉了。而辉宝这里躲在竹子后面，好像也发现了什么宝藏。当辉宝转过身来，姨姨们看到好像是个塑料垃圾，姨姨立马去喊了旁边的饲养员。好在辉宝并没有去咬那个东西，而是闻了闻就给其扔掉了。现在落叶铺满园区，导致饲养员们在巡视园区时容易被迷惑。而这次让辉宝发现了室外园区有垃圾后，明天室外园区的落叶怕是会被爷爷们全部清理干净，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。不然爷爷们刚从瑞宝不下树的热门上摘下来，将会被再次挂上去。瑞宝辉宝这样下去，怕是真要给这俩老人办个退休了。在早上爷爷故意给瑞宝辉宝关在室外是这个意思。隔壁小熊猫园区的枫叶又到了收获的季节，今天爷爷从小熊猫的枫叶树上偷偷薅了一床的枫叶树给爱宝，想着让爱宝先来室内园区玩耍一会儿，再让瑞宝辉宝进来。但结果却是爱宝进来后看了一眼枫叶，似乎不太感兴趣，直接走去了饮水盆喝水。而爷爷殊不知，这时瑞宝辉宝在外面等的已经快有情绪了。爷爷看到爱宝真的对枫叶一点意思也没有后，这才给通道门打开，让瑞宝辉宝走了进来。但这时爱宝又想玩了，爷爷又哄瑞宝辉宝回去了，给通道门又关上了。这一刻瑞宝辉宝感觉爷爷的爱全给了妈妈，自己像是从垃圾桶捡来的，这般可有可无的，简直太廉价了。眼看再不开门，姐妹俩都有小情绪了。爱宝这时也已经玩上枫叶了，爷爷给通道门再次打开，瑞宝率先跑了过来，看到妈妈此时正忘我的玩耍着枫叶，瑞宝还以为自己认错人了。辉宝的反射弧比较长，在通道门口发了好一会儿呆，才反应了过来。在爱宝和瑞宝辉宝忘我的玩耍枫叶时，将爷爷悄悄走进来，记录了一下这有爱的画面。瑞宝这里在室外已经玩得很累了，不想再玩了，自己跑到了小树上，倒头就睡着了。而辉宝和爱宝这里此时就别提多快乐。这是辉宝第一次接触枫叶，也是一下就喜欢上了。辉宝为了表达自己对妈妈和枫叶的爱是一样的，非要挤在妈妈身边的这片枫叶上玩耍，直到一会儿一家三口都玩够了，小熊猫的枫叶惨遭抛弃。瑞宝辉宝去到了小树上睡觉，爱宝则坐在小亭子上吃起了竹子。兔的孩子有糖吃，聪明的瑞宝有胡萝卜吃。上一秒瑞宝辉宝还在一起打闹呢，瑞宝咬着辉宝的皮套，想给辉宝从上面拽下来，辉宝则不想下去，一直牢牢地抓着小亭子。等最后辉宝实在坚持不住时，辉宝看准位置，故意摔在了瑞宝身上。辉宝从不吃亏，而瑞宝则摔在了爱宝的青团上。就在瑞宝辉宝一起玩的正入神时，瑞宝这里听到了爷爷的通道门传来了声音，立马跑了过去。爷爷偷偷通过门缝给瑞宝递了一块胡萝卜出来，爱宝过来查看，瑞宝给胡萝卜藏在了嘴里，这才蒙混过去。辉宝心想，说好的苟富贵，你自己却偷偷吃起了胡萝卜。不过实际上瑞宝这里给胡萝卜全吃完，辉宝这里都没发现。辉宝这里则是走去了通道门口，趴在门口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这一刻瑞博士头衔的含金量又增长了，甚至都学会低调了。瑞宝吃完胡萝卜，一心只想着回家了，也不想在园区继续待着了，坐在通道门口前乖乖的等着。爱宝则一直在爷爷的通道门口催促着。一会儿通道门开了，姐妹俩跟着妈妈一前一后的回了家。之后爷爷又来到了乐宝这里，乐宝向来磨磨唧唧，但这次却很配合，这让姨姨们都有些不舍。本想着还能多看一会儿乐宝的，没想到乐宝这次听到奶爸的呼喊声后，就立马跑回家了。